我憑借自己的廚藝，將堂弟的飯店做到全城好評第一。他一年淨賺500萬，年底分紅卻只給我2萬。哼，我拿着這2萬塊，再加上自己的積蓄，盤下了對面的小餐館。半年後，堂弟的酒樓倒閉，我的小餐館卻排起了長龍。張大廚，3號桌的小炒黄牛肉好了嗎？3號桌和5號桌的一鍋出。哥，今年生意還不錯，這2萬塊是你今年的工資。另外，你忙了1年，是時候該休息休息了。他一年淨賺500萬，年底分紅卻只給我2萬。以後飯店就讓小孫掌勺吧。行，我今天就走。1年前，堂弟看中我的手藝，求我一起合夥開飯店。我關了自己的小店面，帶着徒弟幫他把飯店一步步做大做強。沒想到生意紅火後，他卻嫌我工資高，一腳把我踢走。怎麼樣，跟着我哥3年，該學的都學會了吧？放心吧，他那3板斧我早就學會了。就因為孙凱的工資低一些，就讓沒什麼經驗的他当大廚。他以為孫凱是我親手帶出來的，就得了我全部的真傳。祖傳的調味料配方，我至今都沒有交給孫凱。可惜飯店要靠好味道才能走長遠。哥，不捨得走啊？沒事兒，等我2樓、3樓全都重新裝修完，下個月請你來參加開業儀式。那就提前祝你開業大吉。孫凱不僅不知道調料配方，就連哪家的魚蝦新鮮，誰家的肉貨便宜都不知道。既然堂弟覺得沒了我，這家飯店照樣能生意紅火，那就讓他拭目以待吧。張先生，合同沒問題的話，需要預交2個月的房租1萬塊。不過對面那家飯店生意真不是一般的好，您在這兒開小餐館，怕是不好幹啊。沒關係，我就要這家店。張明，一大早就忙活呢。本錢不多，能自己幹的就都收拾一下。你說你在你弟弟的飯店幹得挺好的，怎麼想起來自己開這麼個小店？不一樣，這是屬於我自己的事業，一份耕耘一份收穫。老闆，有菜單嗎？不好意思，明天開業，到時候您再來，所有菜品半價。慢走啊，下次再來。得趕緊準備食材了。先來5斤，絕對新鮮。老闆，你這牛肉能保證每天都供新鮮的嗎？你要的量大，我還能每天給你送貨上門。店剛開業，暫時先按每天20斤送。現在不用薑絲肉做菜的店可太少了，有空我得去你店裡嘗嘗。好，隨時歡迎。孙哥，不，孫大廚。以後食材包在我身上，規矩我懂，10萬返5萬。按照圈內的俗話，10返1，凍3年10返2，凍5年10返3。謝麗婷，孫凱這10返5採購的肉類究竟是什麼肉？恐怕就連老闆自己都不知道。以前在堂弟店裡掌勺，為了保證食材的新鮮，我每天早上3點就得起來，一家一家認真挑選。堂弟交給我的採購錢很有限，每一份食材我都要精打細算，跟商販討價還價，時不時還要遭受一些奚落和白眼。買不起就不要動啊！老闆抽根煙，這魚便宜點賣給我，就當開個張。正因為有我這份嚴謹和認真，堂弟飯店開張以來，就從沒有顧客吃壞過肚子，名聲也就是這麼一點點打了起來，最終做到了全城好評榜第1。尊重顧客才能收穫人心，用垃圾食材糊弄顧客，遲早自取滅亡。搞定完食材後，我接到父親的電話，說是堂弟在家族祠堂裡開一個答謝會，同時還要給大家宣布一個大喜訊。我還沒跟爸媽說，我已經不在堂弟的飯店幹了。在老一輩的世界觀裡，血濃於水，我跟堂弟一起合夥幹的營生，堂弟應該不會虧待我才對。但今天應該是瞞不住了，堂弟還在向大家講述他開這個飯店的不容易，從一個只有20來平的小飯店，一步步做大，做到全城好評第1。然而他所講述的這些，我都陪他經歷過，甚至比他做的更多，但他卻半句話都沒有提到我。是我凌晨3點起來親自挑選食材，是我拿出祖傳調味料，讓飯菜變得更加鮮美，顧客連連稱讚。飯店每逢節假日生意爆滿的時候，也是我顛勺顛到半夜，最後累得直不起腰。直到現在，我的腰上、手腕上都還貼着膏藥。然而這一切，最後只換回了區區2萬塊錢。同時，我還要感謝飯店開業以來對我幫助最大的人。看來你堂弟還是念着你的，來年跟着他好好幹，我們也能放心。我的女朋友微微就是这些年對我帮助最大的人。这个小太妹是堂弟的女朋友，除了会带着一群狐朋狗友來蹭吃蹭喝之外，其餘一事無成。但堂弟卻對她喜歡得緊。
各位叔伯祖老，我张健一个人发达那不算发达，我已经决定拿出饭店1半的股份，让大家入股。我要入股，我也要入股。我親眼看着這些叔伯拿出自己的積蓄，紛紛投到了張健的酒樓之中。我本想阻攔，但想到自己一家在家族裡一直嚴為人親，最終還是作罷。兒子，你在酒樓掌勺，咱們也入幾股吧。你堂弟的飯店1年賺了這麼多錢，你身為掌勺的，肯定也能分不少吧？二嬸，真沒多少。飯店是堂弟開的，我就是來幫幫忙。对我們這些親戚還藏着掖着幹什麼？快說說，到底分了多少錢？我之所以沒有說那2萬塊錢的事，是因為即便我說了，這些叔伯也不會信，只會覺得是我在污衊我的堂弟。不過這些都不重要，畢竟很快他們就會發現，這個1本萬利的買賣到底能讓他們賺多少錢。回家後，爸媽明顯發現了我的異常，圍坐在一起問我堂哥到底給我分了多少錢。總共2萬，正好達到咱們這裡國家規定1年最低薪水限制。他1年賺500萬，你1年累死累活跟他幹，只給你分2萬。父親說着就要出門找堂哥一家理論，我連忙攔住了他，因為我知道堂哥現在正是意氣風發的時候，這時候去找他就是自討沒趣。父母直了一輩子腰，不能在我這兒彎下來。我兒子每天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背上膏藥就沒斷過，這麼用心給他們幹，他們也太不是人了。我知道，比起1年2萬塊錢，更令父母痛心的是，他們始終堅信的親情就這麼被無情踐踏。爸媽，我已經打算好了，我準備自己開一家店。哥，你早就該出來單幹了，我支持你。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你也老大不小了，爸尊重你的選擇。兒子，這裡是5萬塊錢，你爹娘沒本事，幫不了你太多，這是我和你爸這幾年攢下的養老錢。媽，這錢我不能拿。哥，這是我在學校勤工儉學掙來的錢，給你用。都拿着吧，咱們是一家人。日子很快就過去，轉眼就到了堂弟新酒樓開業的時候。這天一早，我們一大家子都在自家的小店裡忙碌着，而我堂弟張健不知道從哪裡知道了我開店的消息，帶着不少叔伯一起趕過來看我的笑話。堂哥，明天我酒樓開業，車肯定停不下，到時候可能要把車停在你們店門口。反正你這小店也沒什麼客人，咱們是一家人，這時候可得互相幫襯幫襯啊！張健這次新酒樓開業，動靜鬧得很大，畢竟是去年全城好評榜第1的飯店，聽說連幾個市裡面的大人物都要過來給他捧場。堂弟，你這是說哪兒的話？明天有車的話，只管停我這小店的門口，要是還停不下，我去跟鄰居協商。哥，那這事兒就這麼定了。哦，對了，我看你這小店也沒什麼客人，等明天我那酒樓開業，你不如就過來端個茶倒個水，到時候給你包個幾百塊的紅包，也是一份收入，不是？是啊，張明，你說你跟着阿健幹得好好的，非要自己單幹，人家阿健是名牌大學畢業，在學校學過管理，你就是一顛勺的廚子，這店啊，我看你是開不起來的。這些叔伯自從入了股後，一個個都覺得有了金山銀山，如今也全都趾高氣揚了起來。張明啊，要不你還是回來你堂弟這兒炒菜吧，你這手藝可別浪費在這兒啊。二嬸兒，這你就說錯了，這酒樓啊，首先看裝修，其次看營銷，最後才是味道。以我酒店現在的規模，後廚就算是拴條狗，照樣日進斗金。我看着堂弟這副小人得志的模樣，內心毫無波瀾。堂弟的確是家族裡的大學生，但對於餐飲這一行，完全就是個門外漢。堂哥，我那兒還有不少事兒，就先走了。啥時候你這小店開不下去了，你啥時候再回來，到時候工資減半，咱畢竟是一家人。我這個當弟弟的，怎麼也不能看着自己堂哥沒飯吃，不是？堂弟在我們一家人面前炫耀了一番後，心滿意得的走了。父親顯然對堂弟的做法失望透頂。明天我們店也要開業，堂弟顯然是想再狠狠壓我一通，所以才讓人把車停到我們店門口。可他怎麼也不會想到，正是他這個做法，才會讓我的小店一炮而紅。凌晨5點，我和爸媽早早起床來接訂好的食材，送食材的供應商都是我親自挑選的良心商販。即便這樣，我也還是親自檢查每一樣食材，確保新鮮沒有異樣。老闆，你這店雖然不大，但就這點食材，來個2、3桌不就賣完了？這樣可賺不到錢啊！小店剛開業，客人不多，食材先保質再保量，
哪怕少賣錢，也得保證食材新鮮。接完食材，天刚蒙蒙亮，我就開始備菜。而堂弟的鴻福酒樓此刻也已經張燈結綵，甚至還來了媒體採訪。堂哥為了保持新酒樓門前氣派寬敞，明明還有車位，卻故意讓人指揮把車停在我的店門口。這些豪車上下來的人，都是鎮上和市裡有頭有臉的人物，也都是之前店裡面的常客。這些大人物吃慣了山珍海味，總想吃上一口正宗的家鄉菜，回味一下曾經的味道。我當時托堂弟私下裡問過這些大人物發家錢，都是附近哪個村鎮上的。後來我一個村一個鎮的走過去，幾乎嘗遍了當地的味道。這樣我出勺的時候才知道該是幾分甜幾分辣。也是因為這份細心，我牢牢將這些大人物鎖在了鴻福酒樓足足1年，而他們現在還不知道鴻福的後廚已經換了人。我很期待那被我堂弟寄予厚望的孙凱會給這些客人怎樣的一個驚喜。幾位貴客，裡面請，裡面請。此時新酒樓門外排起了長隊。還要排多久啊？我看这還有家小飯店，要不咱們去哪兒吃一口吧？吃啥吃啊？咱們今天就是奔着全城好評榜第1的飯店來的。父親聽見這句話，臉一下就黑了，回頭走進店內，算了算時間，堂弟的新酒樓馬上就要迎來開業第1餐了。張健特意吩咐多加辣椒和香料，這樣才能讓顧客多喝一些酒水飲料。張總，這幾位領導可是我今天特意請來給你捧場的。平時就連那些身價上億的老闆想請他們吃飯，那可都得排隊。領導們放心，我這酒樓可是咱們市裡好評第1的飯店，保證讓各位領導們吃得放心，吃得滿意。怎麼樣，各位領導，這些菜合不合口味？等會兒還有個會，你們繼續吃。其他幾位大人物吃過堂弟的菜後，也都紛紛找各種理由離場。張健還想挽留，下次絕對還來給張總捧場。今天確實有些急事兒。這些大人物們走南闖北，個個都是人精，明明吃出來酒樓食材有問題，卻都沒有當面跟堂弟說清楚，只是隨便找了個由頭，各自離去。張健看着幾位大人物離開的背影，撓着後腦勺想不明白，但看着酒店內依舊高朋滿座，堂弟還是露出了開心的笑容。而我的店直到下午1點，一桌客人都沒上。爸媽眼看着堂弟的酒樓還在排長隊，急得不行。兒子，這樣下去也不是個事啊。媽，你放心吧，我心裡有數。我剛安撫好了爸媽，那些提前離席的大人物們便紛紛走了過來。我知道我的機會來了。這味道，老闆，你們店裡還有吃的嗎？哎，有的，不过我這就是個小店兒，菜品數目不多，跟對面的鴻福酒樓沒法比。老闆，那這樣，我們也不點菜了，你們吃什麼就給我們上什麼，行不行？這一刻，我知道我的機會來了。那幾位老闆隨便坐，菜馬上好。店裡終於開張，爸媽高興的不行，忙前忙後的招待，而我卻知道這是必然的結果。當堂弟為了惡心我，故意讓人把車停到我的店門口的時候，就注定是把顧客親手推到我面前。當然，這一切始終要看我有沒有那個能力接住這幾位來頭不小的顧客。大餐廳有大餐廳的做法，小館子有小館子的門道。我這種蒼蠅小館想要抓住食客的胃，唯一不能缺的就是鍋氣。當熱騰騰的食材剛脫離鐵鍋的煎炒，調味料與食材剛融入，卻又沒有徹底滲透食材，還保留幾分食材本身風味的氣息，這就叫鍋氣。這也就是部分食客一直在追求的民間煙火。爸媽滿臉緊張站在一旁，十分緊張地等着那幾位大人物給出這幾道菜的評價。畢竟他們是我這小店的第1桌客人，爸媽滿心期待，希望能給我討個好彩頭。大人物率先拿起來了筷子，夾起一份蔥爆牛肉。雖然我對自己手藝有十足自信，但在這一刻內心也不免有些忐忑。大人物吃下蔥爆牛肉的那一刻，整個人眼睛都放光了，朝身邊另外幾位點點頭。不錯，真的很不錯，就是這個味兒。好在所有的忐忑與不安都在這幾位食客的連連稱讚下逐漸消弭。幾位大人物滿意點頭，紛紛大快朵頤。爸媽看着這一幕也笑了起來。爸媽見此也悄悄鬆了口氣，萬事開頭難，看來這小飯店的第1關算是完美度過了。飯後幾位大人物滿意擦了擦嘴。飯後我和父親親自把幾位大人物送上了車。大人物拍着我的肩膀感嘆道：小伙子，謝謝你今天沒讓我們掃興而歸啊。不過你這菜的味道，你說實話，鴻福酒樓以前掌勺的是不是你？老闆，過去的事兒就讓它過去吧。我就說怎麼現在鴻福酒楼的飯菜味道不对，原來是換主廚了。何止是味道不对，那食材我一口就吃出來不新鮮。那位张老闆，把路走窄了啊！在跟父親保證會經常光顧小店後，這幾位貴客便上車離開了。而這一幕也恰巧被那些還在堂弟酒樓門外排隊的顧客看見。老闆，還有吃的嗎？有，這邊請。
很快，我这個小店的第2桌客人也吃上了飯。這也太好吃了吧！這簡直就是人間美味啊！老板，你這廚藝也太棒了，簡直能比上那些酒店的5星大廚。你们要是觉得好吃，可以在网上给饭店寫一些好評，這頓飯我給你們打8折。去年堂弟的飯店能衝上全縣好評榜第1，堂弟以為是他營銷模式足夠新穎，但其實這裡面大多數都是靠食客們自發的讚美。老板，好評是肯定的，打折就不必了。以後我們來吃飯還能保持這個味道就行。好，我向你們保證，這個店的味道一輩子都不會變。只有真正好吃的飯菜，才能讓食客發自內心的好評，而不是靠着禮品引誘和道德綁架，讓食客強行去打出好評。一天的營業下來，我的小店總共接待了10桌客人，營業額也只達到了3000元整。看着堂弟發出的朋友圈，我沒有羨慕，因為我知道這18萬的單日營業額不是鴻福酒樓的起點，而是終點。堂弟酒樓開業第1天，營業額18萬，而我的蒼蠅館子只有3000塊。一天18萬，那年底給咱們這些親戚分紅，至少能分幾百萬啊！幾百萬，一天18萬，一年360天，年底就能掙6、7千萬。咱們這些投了錢的親戚，豈不是都能發大財了？這些給堂弟酒樓投了所有積蓄的親戚們，現在還在做着分錢的美夢。殊不知，從堂弟開業第1天，他們的美夢正在一點點破碎。而首戰告捷的堂弟，也迫不及待地過來炫耀了一番。堂哥，給，今天客人剩下的飯菜，我給你帶了點。哎呀，今天實在太忙了，第1天開業就賣了將近20萬。恭喜！你這是也開業了？這咋沒人呢？今天也來了幾桌客人，賣了3000多塊。3000塊！笑吧，很快你就笑不出來了。堂哥，你這家店不大，接點我的散客也能賺。我每天10幾萬營業額，分你幾千，夠吃飽穿暖。哼！張健又炫耀了一番，隨後開着他的寶馬，心滿意足地離去。而我則是拿出手機，第一時間打開了一個點評網頁。在本地美食排行榜上，第1名自然還是堂弟的酒樓，幾個高分評論還在，但是往下滑就會發現，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出現了不少低分差評。我看着這些不斷冒出的嶄新評論，心中已經有了底。我又打開了自家小店的網上評價，雖然只有寥寥幾條，但好評率卻是100%。家人們，寶藏飯店就在鴻福酒樓對面，老闆做的飯菜巨好吃，價格還便宜，無腦衝！現在的年輕人，表達方式就是這麼簡單又直接，但往往就是這種表達最能吸引人眼球。雖然現在只有997位，但我相信只要用心做好每一道菜，第1的位置一定是我的。事實證明，我的想法是對的。第2天，我剛打開店門，發現昨天來過的那幾位顧客已經早早等在了門外，甚至還帶了幾位朋友。老闆，我們又來吃飯了。經過口口相傳，我的小店生意越來越好，最多的一天，每張桌子的翻台率都能達到5次，營業額更是逐漸上升，從3000到8000，再到1萬、2萬，最多的時候甚至賣到了3萬塊。堂弟酒樓門外，雖然依舊會排起長隊，但隊伍長度卻隨着時間一天一天變少。而這些從鴻福酒樓離開的客人，幾乎無一例外，全都來到了我這裡。堂弟酒樓開業前3天都在發朋友圈炫耀酒樓營業額，第1天18萬，第2天20萬，第3天22萬。一眾親戚紛紛吹捧。就在大家猜測堂弟的營業額什麼時候會突破30萬的時候，堂弟突然不發了。我知道，這是因為鴻福酒樓開業的熱潮已經過去，現在營業額開始急速下跌了。第5天，堂弟酒樓門外已經沒有排隊的顧客了，雖然還有一些奔着他酒樓好評榜第1的名氣過來吃飯的食客，但對比剛開業時的火爆，現在已經算是冷清了。這位老人是堂弟以前飯店的常客，隔3差5就會來飯店吃飯，每次只點2樣家常小菜，吃完就走。堂弟不止一次背地裡說過這位老人的吝嗇，但是我卻知道這位老人的身份絕對不一般。那天下班後，我在回家的路上親眼看見他上了一輛造型很別致的車，因為我也不太懂車，還是後來回家上網去搜才知道，那輛車叫紅旗國里士，有錢都未必買得到。這次鴻福酒樓開業前幾天都排起了長隊，老人身體不好就沒來，終於等到今天不用排隊了，老人這才特意來給堂弟捧場。今天他依舊還是點了那2樣家常菜。老闆，你們這菜味道不對。大家其實也都吃得出來堂弟酒樓飯菜不對，但卻礙於面子，大家都沒有直接說出來。現在有老人說出來，相當於捅破了最後一層窗戶紙，而堂弟不分青紅皂白，上前指着老人的鼻子，指責他倚老賣老。自己這麼大的酒店，他一個人占了1張桌子不說，現在居然還敢故意鬧事。張老闆，我在你這家吃了好幾年，
實在不想看着你自己砸了鴻福飯店的招牌啊。首先，這條魚不新鮮，應該是死魚，放在冰箱冷凍過了吧。另外一道菜味道不對，應該不是現炒，是預制菜吧。我之前來吃的時候，量要比現在多1/3左右。老人用着異常平靜的語氣掀開了鴻福酒樓的遮羞布。我鸿福酒楼这么好的生意，說我自己砸招牌，簡直是笑話。而堂弟也因此惱羞成怒，直接讓保安把老人丟了出去。堂弟趕客的事情也被人錄制了下來，上傳到了網上，很快就成了本地熱點新聞。這則新聞引起了網友們的熱烈討論。在堂弟新酒樓消費過的食客也紛紛開始吐槽酒樓飯菜難吃，食材不新鮮，吃了拉肚子。鴻福酒樓的菜口感很一般，它對面小巷子中的名混小店反而很合口味。樓上也吃過名漢小店，那家老闆炒的菜簡直太好吃了。聽說了嗎？咱們省商會會長在鴻福酒樓吃飯，被人趕出來了。哼，我看那個張健的生意也是做到頭了。我萬萬沒想到，那個平平無奇的老人居然是全省商會會長。只不過知道這個信息的人寥寥無幾。那個老人似乎並不想引起太多的社會輿論，只不過自那天起，他就再也沒有去過鴻福酒樓。後來我聽說市裡幾位有頭有臉的人物私底下放出話來，要讓鴻福酒樓在半年內關門大吉。與此同時，網絡上的輿論也很快就反映到現實生活中。說起來，這還多虧了我堂弟，他花了不少錢僱傭水軍在網絡上跟其他的網友互噴。而我的小店是距離鴻福酒樓最近的一家餐館，所以經常被網上的人拿來對比。這麼一來，我的小店一時間竟也被推上了風口浪尖。越來越多的人來到我的小店就餐拍照，店內餐桌一直被翻台，一整個中午就創下了歷史新高。時間來到下午，排隊的人更是一點都不見少，居然都排到了小巷外。好在堂弟以前的飯店幾乎每天都是這麼火爆，這樣的場景我還能應付。不同的是，這次賺的錢都是我自己的。妹妹在幫我傳菜和收銀，雖然辛苦，但小姑娘卻樂此不疲。而堂弟的酒樓這一天也同樣創下了歷史新高，一直到下午飯時，鴻福酒樓一桌客人都沒有。堂弟看見我的小店外排起一眼看不到頭的隊伍，世界觀徹底崩塌了。這不可能！堂弟瘋了一般跑過來，似乎是想要一探究竟。而令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就在堂弟剛走到店門口時，那輛紅旗國里居然停在了我小店门口。那個被我堂弟趕出酒樓的全省商會會長緩緩下了車。這不是鴻福酒樓的老闆嗎？他怎麼來了？你還沒聽說嗎？這家小店的老闆就是之前鴻福酒樓的主廚，現在這是看自己生意不行了，又想把主廚叫回去了唄。生意好就把人開除，生意不好又來求人家回去，我呸！真夠不要臉的。我堂弟本想來瞧個究竟，最後卻頂不住議論，很是狼狽地離開了。而那位老人似乎也並不想搞特殊，只是進店問了2個問題。老闆，你之前是鴻福酒樓掌勺的？對，那就老規矩，2樣家常小菜，不嫌棄我一個人占桌子吧？您說笑了，只要進了這門，來的都是客，一桌酒席是情誼，2樣小菜也是情誼，不分薄厚。好，這才有個做生意的樣子，那就辛苦老闆了。我戴上圍裙去到後廚，沒有花哨的刀工，普通但新鮮的食材，扎扎實實的分量，就是這樣的家常菜。老人吃了幾口，也沒說什麼讚美的話，只是破天荒的喝了2兩白酒。老闆，所謂眾口難調，想要保證味道不變不難，難的是保證自己的初心不變，千萬不要走鴻福的老路。我啊，明兒再來。受教了。送走了這位本省的商會會長之後，店裡依舊熱鬧非凡，一直忙到了晚上10點半，門前那長長的隊伍終於消失不見，店裡只剩下幾桌客人，我也終於可以喘口氣。而這時，我堂弟也帶着劉薇薇再次出現在了店門口。張健臉色難看，堂弟想不明白為何自己500萬開的酒樓生意還沒我這個開，在巷子中花2萬塊錢小店生意好。堂弟看着店內簡陋的裝潢和便宜的桌椅，臉色變得更難看。堂弟越看越覺得氣憤，他想不明白，就覺得一定是我們使了手段，故意跟他搶生意。好你個昭明，我對你那麼好，你居然跟我搶生意！張健，去年年底你說你要辦大酒樓，親自解除了我和鴻福酒樓的雇傭關係，現在我正常做生意，怎麼就影響到你了？看來外面傳的都是真的，這家店的老闆以前真是鴻福酒樓的主廚。鴻福酒樓現在還好意思找別人麻煩，自己做出來的東西爛成什麼樣了，自己不知道。就是我上次在鴻福酒樓打包的飯菜，我家狗吃了，自己去廚房做了3菜1湯。顧客們的調侃讓堂弟氣得滿臉通紅，他惡狠狠地盯着我。張明，咱們走着瞧。堂弟帶着小太妹離開，爸媽也因為堂弟對我無端的指責，心中最後一絲親情也徹底磨滅。
父親拍着我的肩膀，咱们行得正，坐得直，不怕别人眼紅。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堂弟恐怕不会这么簡单善罢甘休。他的酒楼可是押上了自己全部身家，还在有族里不少人的投资。要是酒楼垮了，他自己不但会破产，族里面那些親戚也不会放过他。我看着自己店內火爆的场景笑道，但这些跟我們家有什麼關係？現在我只想把自己小店經營好，全家人一起多賺些錢，帶着爸媽和妹妹過上好日子。晚上閉店後，父親關上店門，我們全家坐在一起算着今天營業額。我們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今天一天我們這家小店的營業額就足足達到58000塊，只差2000就賣到了6萬塊。就算除去房租、水電、食材成本，淨利潤也有3萬多，而且這還只是一天的營業額。與此同時，堂弟那邊，我看向窗外，堂弟酒樓收銀櫃檯空空如也，堂弟滿臉憤怒砸向收銀櫃檯。我的小店開業1周後，營業額首次超過了堂弟的大酒樓。堂弟新酒樓的口碑在短短1周內快速崩壞，眼看着我們小店生意越來越好，父親提議把旁邊的商鋪也租下來，擴大規模。對於這個建議，我們全家都表示非常贊成。這件事，父親說讓他去談。這種一家人都在支持自己的感覺，是我以前從來沒有體會過的。所以我要更加努力，來回報家人的支持。堂弟的反擊第2天就來了，我的小店來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背叛我的徒弟，今天提着禮品上門，說要孝敬我。用腳趾頭想，也明白徒弟的心思，肯定是堂弟酒樓生意不好，特意派徒弟前來偷師學藝，希望能以此挽回他酒樓的敗局。堂弟不知道，他的酒樓之所以生意不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這位徒弟吃了很大的回扣，用了極其廉價的食材。徒弟還想進後廚偷師學藝，卻被我的家人強行攔了下來。師傅，我這手藝不好砸的，不還是你的招牌嗎？而我的徒弟居然還在外面恬不知恥的叫囂。你就再教我幾招，我學會了也是給你長臉呀。我沒什麼好教你的，該教的早在幾年前就教過你了。你肯定還藏了一手，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做的菜之所以比我做的好吃，就是因為那道秘方。徒弟指責我不把做菜真正的秘方交給他，他卻殊不知那道秘方我在他拜師第1天就給交給他了。要不是有那道秘方在，你這屁大的小店怎麼可能有我們鴻福酒樓的生意好？你說的沒錯，我確實有一道能飯菜變得更加好吃的秘方。給我，只要你把秘方給我，要多少錢都可以。不是錢的問題。那你要什麼？我的秘方，你永遠學不會。徒弟不相信，但以他的做菜方式，不可能！我的秘方，他是真的永遠也學不會。徒弟還想來繼續無理取鬧，我警告他，要是再鬧事，就要問問他給酒樓採購那些食材，到底是哪兒來的。父親很快就把旁邊的商鋪給租了下來，成功把我小店變成了一個2進的小飯店。小飯店面積變大，也就能容納更多的食客。按理來說，排隊的人群應該有所減少才對，可是事情的發展卻並沒有跟我們預想的一樣，排隊的人群絲毫不見減少，反而越來越多。在母親向顧客打聽後，我們才明白，原來我們這家小店已經登上了好評榜第10位，新店榜全城第1。而且因為堂弟酒樓的口碑暴跌，我們小店又在酒樓對面，許多原來前往堂弟酒樓吃飯的食客都選擇來我們飯店。堂弟的新酒樓在經歷了一連串事情後，終於從好評榜第1的位置跌落下來，一路降到了第5位。以前鴻福飯店的名聲是無數來店裡吃飯的食客自發打起來了，每10桌顧客就會有7到8桌客人給出好評。之所以能有這麼高的好評率，全都是靠他那引以為傲的營銷方法。堂弟花500萬開的大酒樓，一個吃飯的人都沒有，而我花2萬開的小店門前卻排起了長隊。堂弟不甘心如此失敗，為了拉回上客率，決定大做營銷方案。以往酒樓賣上1000元一份的佛跳牆，如今只要團購只要100，A 級和牛200，頂級三文魚跳水價99元一份。真以為那些顧客是奔着你的手藝去的，還不是看你那兒的飯菜便宜，那些顧客還不是會像狗一樣回來。事情也正如堂弟的所料，經過他大力宣傳和骨折式的打折促銷，酒樓的生意肉眼可見的好了起來，連帶着我的小店生意也沒有之前火爆了。堂弟的新酒樓降價促銷，本以為能徹底打垮我的小店，沒想到卻讓我悄悄鬆了口氣。先前我的小店爆火，每天都是接不完的食客，爸媽的身體早就扛不住了。
但他們為了不給我拖後腿，一直忍着沒說。天下爸媽都是一個樣，總是為了不給孩子拖后腿而忽视了自己。我这都是老毛病了，不碍事儿，去医院花那些钱干嘛？哎，堂弟此舉正好能讓我們在忙碌的生活中鬆口氣，能讓我送爸媽去醫院好好檢查一下。堂弟又發了朋友圈，正是酒樓再次爆滿的景象，底下果然又再次出現了親戚們的吹捧。我也給堂弟評論了2個字：加油。這一次我是真心希望堂弟酒樓的促銷活動能多堅持幾天，能讓我們一家人多放幾天假。然而就在我評論完的下一秒，堂弟的電話就打了過來。我接起電話，手機另一頭立馬傳來了堂弟的怒。堂弟似乎被我評論的那2個字激怒了，直接開始對我怒吼：張明，你什麼意思？想在親戚面前給我上眼藥？不要以為你的店好评榜超过我就贏了，我告訴你，不到最後我永遠不會輸。原來堂弟是以為我在給他上眼藥，而令他真正憤怒的原因是我的小店在好評榜上超過了他的酒樓。這段時間太忙了，我都沒有時間再看榜單。原來不知不覺，我的小店已經衝上了全縣好評榜第4名，堂弟的新酒樓卻直接掉到了第6。難怪堂弟會推出打折促銷的活動。鴻福酒樓的好評榜排名可是一塊響當當的金字招牌，這塊金字招牌要是沒了，酒樓知名度必定要暴跌。回到家後，我決定再給飯店再招幾個服務員，讓爸媽好好休息。可是爸媽卻十分倔強，表示不同意。你那店才剛剛起步，用些陌生人我們不放心，趁着我和你爸身子骨還算硬朗，還是多幫你幹幾年吧。我握着父母的雙手，父母為了給我的事業幫忙，累得直不起腰，我卻讓他們不要幹了。爸媽，你們就放心休息吧，我肯定會好好挑些新人，況且還有妹妹在店裡幫我。父母還是滿臉猶豫，最後實在沒辦法，我讓他們要是實在擔心，就經常來店裡看看，就當是監工，他們這才放下心來。堂弟酒樓的促銷活動沒有我想象堅持的久，很快我的小店又人滿為患。堂弟酒樓內顧客變得很少，他的酒樓生意再度一落千丈。聽食客們說，堂弟酒樓的菜品促銷期間確實便宜，但菜品的量又小又少，做的質量也是一言難盡。所以許多顧客在嘗了個新鮮以後，還是回到了我的小店。隨着顧客變少，堂弟可就慘了。他的大酒樓降價促銷可跟一般超市降價促銷不一樣，酒樓的菜品每天都是提前備好。現在顧客变少了，菜品賣不出去，只能放在後廚發霉發臭，每天光是食材的損耗就要上萬元。堂弟酒樓打折促銷活動第4天，酒樓再次冷淡了下來，每天虧損10多萬，而我小店外再次排起來了長隊，導致每天炒菜颠少，炒得我的手都要斷了。面對這火爆的場景，妹妹建議再次擴大規模，將樓上商鋪也租下來。我粗略算了算，要是能把樓上2間商鋪盤下來，能多3個大包房和10張桌子，生意好的時候，每天營業額恐怕能突破10萬。但是真要有這麼大的規模，後廚肯定得再次擴張。我一個廚師肯定不行，至少還得再加2個配菜、3個切墩，以及2到3個廚師才行。父母的意思是，維持現在生意就差不多了，擴張就意味着風險，一家人能安安穩穩生活就行。而且他們還提到了我以前的徒弟孫凱，後廚要是再招到這種白眼狼徒弟，只怕又會帶來禍端。我的小店開業2個月以後，終於再一次迎來了擴展。最終我還是說服了父母，將樓上2間商鋪盤了下來。走到這一步，小店的規模已經跟去年堂弟鴻福飯店規模差不多大。堂弟走到這一步用了3年多，而我的小店只用了2個月。幾個老實靦腆的年輕人站在我面前，飯店擴張搞定以後，就是後廚的擴張。爸媽親自把關，給我招來了幾個農村來的老實孩子。父親打着包票告訴我，這幾個年輕人他都了解過家庭環境和成長經歷，都是那種吃苦能幹、老實巴交的孩子，保證不會幹出那種偷師學藝、背叛師門的行徑。我笑着搖摇頭，親自把3個年輕人領進後廚，要3個年輕人做菜。其實我根本不怕任何人偷師學藝，我做菜的秘方從來沒有瞞着任何一個人。3個徒弟看着我做菜，滿臉崇拜。至於他們能不能學到，那就看夠不夠用心。堂弟和劉薇薇走進小店，堂弟頭髮凌亂，略顯颓廢。被堂弟酒樓掃地出門2個月後，堂弟跪着求我回去。堂弟手上提着禮品，看着父親尬笑。劉薇薇則是滿臉不情願。二叔，我們來看你了。爸媽看着堂弟滿臉嫌棄，爸媽並不歡迎堂弟前來，但堂弟還是厚着臉皮進門坐下。堂弟看着店內的規模，滿臉震驚。堂弟驚訝於我這小店擴張的速度，他怎麼都沒想到，2個月前還被他以2萬塊錢羞辱並且掃地出門的堂哥，會在短短幾個月內取得他奮鬥3、4年的成果。堂弟把禮品往前推了推，臉上露出意氣風發的神色。堂弟在短暫震驚後，終於說出了此次的來意。堂哥，我想讓你回來幫我，
咱们兄弟在一起做大做强。我看着堂弟现在的样子，又想到了2、3年前他的饭店快要干不下去，第一次来我家求我的模样。不对，当时的堂弟还要更加谦卑和真诚一些。我看着桌上的礼品不如现在昂貴，但更加实用。堂弟满脸期待看向我，我摇了摇头，我拒絕了堂弟邀請我当酒樓大廚，即便他給了我一個天文數字。堂弟見我搖頭，當即重手拍了下桌子，惱羞成怒。張明，你守着現在這個小店，1個月能賺多少錢？大不了我給你雙倍。堂弟舉起手指，5萬、6萬，我給你1個月7萬。能不能跟我幹？堂弟說着就直接拿起一個手提箱，打開裡面裝着滿滿現金，擺在眾人面前。堂弟大概以為我沒見過什麼大錢，所以這次準備直接用錢砸暈我。上個月我提着一袋子錢去銀行存錢，他不知道，早在上個月我小店一整個月的營業額就已經突破了30萬。我默默把錢推回堂弟面前，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繩。堂弟還是另請高明吧。堂弟重重拳砸在桌子上，堂弟沒有料到我會再次拒絕，狠狠盯着我，恨不得把我千刀萬剮。我父母和妹妹站了起來，站在我身後。堂弟提着皮包，帶着劉薇薇離去。張明，我遲早會證明，就算沒有你，我的酒樓也能開得下去。堂弟從小就是個不服輸的人，這次來找我，他的酒樓恐怕出了大問題。堂弟酒樓內空無一人。堂弟的酒樓開業2個月後，終於瀕臨倒閉。酒樓前人來人往，卻無一人走進酒樓。整座酒樓一整天，一桌顧客都沒上。堂弟看着賬單發呆，面對與日俱增的虧損，堂弟絲毫沒有辦法能用過的辦法，他都用過了，短時間內根本沒有辦法扭虧為盈。就在堂弟即將絕望的時候，他的女朋友帶着一群人來酒樓吃飯，混混指着菜單開始專挑貴的菜點。劉薇薇的大哥每次前來還都專挑貴的菜點，表現得很大氣。堂弟盡心服侍開心，而且這位大哥不但自己來吃飯，還叫來了越來越多的小混混，直到把整座酒樓坐滿，越來越多的小混混進去酒樓。堂弟大喜，時隔多日，堂弟的酒樓終於再次爆滿，一群小混混在酒樓內大肆喝酒吹牛。然而就在結賬的時候出了麻煩，堂弟把賬單遞到混混面前，混混卻一把推開。記賬？大爺，我還能差你這點錢？堂弟正要發怒，卻被劉薇薇拉住。劉薇薇直接拿過堂弟手中賬單一把撕碎。堂弟的女朋友不但把賬單撕碎，甚至還要讓堂弟給混混賠不是。我大哥可是道上響當當的人物，他來吃飯還能不給錢嗎？掛賬懂不懂？等到湊個整一起結。再說了，我大哥可是認識一位道上的大佬，到時候幫你引薦一下，還愁酒樓沒生意？堂弟原本還憤怒的神情頓時恍然。可以，只要您願意照顧小弟生意，幫忙引薦那位大哥，您在我這兒掛賬絕對沒問題。自從得了我堂弟的首肯以後，劉薇薇口中的那位大哥幾乎每天都會帶着一大批人來到堂弟的酒樓吃飯，但每次都是記賬。堂弟看着越來越多空白賬單，咬牙切齒。堂弟雖然不滿，卻也沒有太好的辦法。一來是他們口中的那位大哥還沒有給他引薦，二來是這些混混雖然每天都來掛賬，但也確實給酒樓增加了不少人氣。一來二去，平日裡的散客倒是比往常多了不少。但沒過幾天，給堂弟投資的一群親戚一起來到了酒樓市場。大伯和三叔帶着親戚來到我的飯店門口。其實在去堂弟酒樓之前，他們先來了我的飯店看看。大伯和三叔看見我的飯店內滿客，而且還有不少人排隊，表情震驚。他們有些驚訝，我的飯店生意這麼好，但由於都投資了堂弟的酒樓，嘴上依舊還是看不起我們一家。大伯滿臉鄙夷走進飯店，指着菜單，賣得這麼便宜，就算生意好也賺不了幾個錢，一輩子勞碌命哦。父親聽着大伯的諷刺，心裡十分不舒服，但終究還是沒當面駁了大伯的面子。你這娃沒本事哦，你爸媽這麼大年紀了，從來沒享過福，還幫着你忙前忙後，真是造孽呀！母親上前指着三叔鼻子開罵：我們不幫親兒子幫誰？你們有眼光有魄力，哼，敢花大半輩子積蓄給別人打水漂。大伯、三叔臉色一變，他們還不知道，堂弟的酒樓從上個月開始就一直在虧損，連員工的工資、下半年的房租都要發不出來。大伯、三叔臉紅耳赤，指着我的父母。大伯他們反駁了我爸媽，覺得我們在造謠，就是眼紅堂弟生意好。我妹妹張詩詩直接掏出手機，舉到他們面前，讓他們親眼看見。鴻福酒樓的好評榜跌落到第20名，評論區全是差評，一眾親戚滿臉不可置信。新任好評榜第一，赫然我們的明和飯店。他們剛剛還在看不起的小店，大伯和三叔被懟得面紅耳赤，帶着一眾親戚紛紛逃離。他們走後，
立馬去了堂弟的酒楼。要是真的严重虧損，他们大半輩子的積蓄可就全都泡湯了。大伯和三叔進入酒樓，發現酒樓內坐滿了人。大伯兩人鬆了口氣，覺得我們一家在說瞎話。堂弟的酒樓明明生意紅火，怎麼可能是要倒閉？就在兩人還在商量待會兒出來怎會訓斥我們一家的時候，不小心撞到了一名小混混。小混混揪着大伯的衣領，滿臉憤怒，雙方發生衝突。大伯和三叔十分硬氣，說他們是這家酒樓老板的長輩，讓小混混不要不識好歹。這些在社會上廝混的混混哪管他們這些，直接給了兩人一人一巴掌。堂弟恰好樓上下來看見酒樓的動靜，驚動了堂弟。他出来恰好看見大伯和三叔被一群小混混圍在中。大伯和三叔看見堂弟，連忙跑了過去。大伯和三叔在堂弟酒楼被小混混打了，堂弟卻只當沒見。堂弟捂着額頭，滿臉不耐煩。堂弟這幾天本來就被這群小混混煩得不行，現在自家長輩又被他們打了。堂弟指着小混混，表情憤怒。堂弟正想發怒，卻又被劉薇薇攔了下來。劉薇薇擋在小混混面前，直接給了堂弟一巴掌。堂弟滿臉不可置信：我大哥這段時間天天照顧你生意，還幫你約道上的大人物，你居然還敢惹他不開心！大人物，大人物，你們這麼多人，這些天一直白吃白喝，大人物鬼影都看不到，我看你們就是在耍老子！堂弟指着在場所有人怒吼。几天這麼多小混混每天都來酒樓吃白食，堂弟光是食材都虧了10幾萬，還把酒樓弄得烏煙瘴氣。聽說單單是擾民投訴都接了4、5起。堂弟拿起賬單，掏出手機撥打110。堂弟不想再當冤大頭，想要報官找回一些損失。虎哥明天就來，只要他願意幫忙，肯定能解決酒樓的虧損。堂弟的手指停在拨号键上，在堂弟苦口婆心勸說下，大伯和三叔那2巴掌只能算白挨了。堂弟满臉期待站在酒楼外等着。經過漫長的煎熬，就在堂弟的酒樓即將堅持不住的時候，終於等到劉薇薇所說的那個能解決他所有麻煩的大人物。虎哥從一輛豪車上下來，上半身畫滿了紋身，整個人狀態十分囂張。堂弟看着虎哥的樣子，簡直不敢相信，他怎麼也沒想到女朋友所說的大人物居然是這麼一副模樣。劉薇薇拉扯着張健，連忙熱情迎了上去。他的女朋友以前只是一個混社會的小太妹，他眼中所崇拜的大人物，其實更像電影當中的陳浩南、古惑仔那種。酒樓內，堂弟雖然不情願，但小太妹卻十分崇拜虎哥，把這段時間堂弟所遭受的困難，包括我搶堂弟的生意，一股腦全告訴虎哥，希望虎哥能幫忙解決。一個開飯店的小老闆，哼，明天就幫妹夫擺平。虎哥，你想怎麼擺平我堂哥他們？虎哥皺眉，面露不喜。劉薇薇暗中戳了戳堂弟，江湖上的事兒你少打聽，這世界上就沒有我虎哥擺不平的事兒。虎哥翹着2郎腿坐在主位上，劉薇薇在給虎哥點煙。堂弟為了搞垮我，把僅剩的家底都給了黑社會，可他沒想到虎哥這群人就是見錢眼開的主，收了錢也未必會真心辦事，不過是想趁機敲詐他一。張健內心厭惡，但還是掏出一個信封遞給虎哥。虎哥摸了摸厚度，答應盡快去辦。劉薇薇見狀，滿臉歡喜，拍着虎哥的馬屁。第2天，小飯店內，我在後廚教新招的徒弟切菜，父母在擦着桌子，一家人其樂融融。我本想着早點教會員工，讓爸媽也能輕鬆一些，沒想到堂弟竟然會找這些地痞流氓來對付我。正值飯點，虎哥一群人浩浩蕩蕩快走進店裡，我妹妹原本想讓他們去排隊，誰知虎哥他們卻直接攆走了一桌客人，大大咧咧地坐了上去。虎哥坐在位置上，眼神不善地看着還沒有走的客人。我父親在後廚聽到動靜，連忙走了出來。虎哥抬頭看了那一桌客人一眼，那桌客人怕惹火上身，直接就走了。店員遞上菜單，虎哥點菜。虎哥把店裡最貴的菜都點了一遍，又點了幾箱啤酒，還想讓服務員小妹陪他喝點。服務員被嚇得臉色蒼白。我父親起初並不想接待這桌客人，可我知道這些人今天不來，明天也會來，這一關遲早要過。快要吃完的時候，虎哥突然揪了小弟一把黃毛在鍋裡。飯菜有問題，這什麼破店？虎哥向我索要5000元的賠償，並大聲嚷嚷飯菜不乾淨，就是想要我沒法正常做生意。我摘下了廚師帽，又指向家裡人和服務員，意思不言而喻。店裡根本沒有黃色的頭髮。先生，如果您是來吃飯的，我歡迎；如果您是來鬧事兒的，很抱歉，您來錯地方了。老闆，飯可以亂吃，話可不能亂說。我在你店裡吃錯東西，要點賠償，這不是應該的。我知道他就是來故意鬧事的，可我沒想到他被我拆穿後，非但沒有收斂，反而更加囂張，甚至還要動手打人。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有人站了出來。誰也沒想到會有人在這個時候挺身而出。混混看見大哥被擒，抄起凳子就衝了過去，可他們根本不是對手。
沒費什麼功夫就全都按倒在地。熟客從兜裡掏出證件亮明身份，混混們瞬間不再反抗。誰也沒想到這位常來吃飯的熟客竟是位警察。警察同志看清楚了整個過程，沒問幾句，虎哥一會兒就立馬坦白了，供出了是背後的堂弟指使。警車抵達現場後，將虎哥和同伙以及堂弟一起銬走，帶回警局依法處置。後來聽警察同志說，那位虎哥確實是一位大人物，一個牢裡面的大人物，早些年捅傷了人，前些日子剛被刑满釋放。堂弟和虎哥被放了出来。堂弟派人來砸我店鋪的事兒，最終被定性為寻衅滋事，關了半個月就被放了出来。我堂弟回到酒楼，發現酒楼內已經人去楼空，一片破敗的景象。在堂弟被關进局子这幾天，他的酒樓基本是直接停擺，很多員工都跑路了。堂弟終於鼓起勇氣跟虎哥算算這些天的掛賬，想着哪怕能拿回一半也好。虎哥表情驟變，猛地推了堂弟一把，對他破口大罵。虎哥不僅不給錢，還說他不懂規矩，跟自己混還計較飯錢，這是該孝敬他的。堂弟被罵得滿臉通紅，低着頭不敢吭聲。虎哥越罵越覺得自己有道理，絲毫不覺得自己白吃白喝有錯，又把堂弟教训了一頓。堂弟蹲在地上，虎哥呸了一口，揚長而去。堂弟當眾被罵，顏面盡失，錢沒要到，還被打了一頓，這才看清楚了虎哥的真面目。堂弟抬頭看向張明店鋪的方向，堂弟這才明白，原來他之前能賺到錢，全靠我。想帶着小太妹一起去真誠道個歉，就算給股份，也要把我請回去。堂弟回到住處，推開門卻愣住了，屋裡空空蕩蕩。認清現實的堂弟本打算找小太妹一起去道歉，可一進家門，發現小太妹早就在他關押期間不辭而別，屋裡沒有留下任何值錢的東西。堂弟慌忙進屋，只在桌上發現一張紙條，紙條上的內容如同晴天霹靂。小太妹直言，跟他在一起就是為了他的錢，現在他沒錢了，自然不願意再和他一起過苦日子。小太妹坐上虎哥的摩托車，摟着虎哥的腰開向遠方。原來小太妹和他的大哥早就勾搭在了一起，趁着堂弟出獄的時機，直接跟着大哥跑了，從頭到尾都沒有真心對待過堂弟。最後一行字，小太妹坦言，腹中的孩子，別人的更殘忍的真相接踵而至。堂弟的愛情事業都沒了，雙重打擊讓他瞬間崩潰。他一直期盼的孩子，竟然也不是自己的。遭遇兄弟背叛，女友拋棄，事業失敗的堂弟突然笑出了聲音。趙明，我還有趙明，我要去找趙明。堂弟跑出了屋，堂弟在大街上抓住一個路人，然後吼道：趙明，你回來吧，我分你1個月5萬，不，我給你1個月10萬、100萬，我求求你回來吧！接連的打擊徹底壓垮了堂弟，他變得瘋瘋癲癲。堂弟突然衝到路人面前，跪倒在地，他把每個人都當成了我，然後跪着求我回去。对面酒樓大門緊鎖，貼着倒閉轉讓，旁邊我的飯店生意紅火，鴻福酒樓最終還是徹底倒閉關門。曾經囂張的員工孫凱也因此徹底失業，走投無路，只能厚着臉皮又回來找我。孫凱衣衫襤褸，神情憔悴，在飯店門口徘徊半天，不敢進門。孫凱當初跟着老闆把我擠走，還把飯店搞黃了，在整個行業都沒人要他，自己攢的那點錢也跟着投資酒店煙消雲散，實在沒有地方去。孫凱咬牙走進飯店，走到後廚，低頭認錯。走投無路的孫凱不停道歉，說自己只是一時糊塗，希望能回到店裡打工。看在師徒一場的份上，只求給自己一口飯吃。我停下手中的活，看着孫凱，搖了搖頭。我沒有心軟，也沒有被他的可憐打動。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繩，只是平靜地拒絕了他。孫凱要下跪，被我攔住。當初的傷害太深，自己可以不記仇，但是這個店是我們一家子的心血，不可能讓不穩定的因素存在。孫凱臉色蒼白，愣在原地，一臉絕望。孫凱以為自己是我唯一的徒弟，就算不讓他當廚師，起碼也會讓他當個服務員。萬萬沒想到我會直接拒絕。我不再看他，接着忙碌。孫凱灰溜溜地走出了飯店，街上寒風陣陣。孫凱頭髮凌亂，衣衫單薄，眼神無光。孫凱在被張明拒絕後，徹底沒有了出路，沒工作，沒錢，只能流落街頭。孫凱縮在橋洞下，凍得瑟瑟發抖。孫凱不停地扇着自己的耳光，走投無路的他終於幡然醒悟，想起之前的種種，如今落到這般田地，都是自己咎由自取。孫凱四處找工作，在工地、小餐館扛沙包，他想找份活計糊口，可他好吃懶做慣了，沒手藝，沒力氣，又劣跡斑斑，處處碰壁。從前眼高手低，沒有一技之長，又品行不端，根本沒人願意收留他。孫凱放下身段，去了菜市場找了個卸菜的活，頂着寒風搬貨卸貨，累得滿頭大汗，卻沒有半句怨言。幹活格外賣力，再苦再累都咬牙堅持。
整個人變得沉迷寡言，不再好高騖遠。經歷了絕境，孫凱徹底改過自新，不再騙人，只想靠着自己的雙手老老實實賺錢，重新做人。孫凱拿着日結的微薄工錢，拿出小布包放了進去，靠着體力勉強糊口。孫凱也體會到了賺錢的不易，徹底改掉了之前的惡習，重新開始了自己的人生。孫凱來到了我的飯店門口，深深地鞠了一躬，他心裡萬般愧疚，知道自己沒臉再面對張明，這一躬是道歉，也是告別。孫凱背着自己的小布包，坐上了開往外地的火車。正午時分，飯店人聲鼎沸，每個位置都坐得滿滿當當。我靠着誠信經營，每天都座無虛席。對面酒樓關門之後，客流量都到了我這邊，口碑越傳越快，甚至有外地的專門過來吃，生意越來越好。原本擴建後的店面早已裝不下源源不斷的客人，看着客人天天排隊，我想把店面擴大，讓大家能少等位，生意也能更上一層楼。我找来了房東，順利簽下了周邊店面的合同。我打算打通牆體，增加餐位，没有花裡胡哨的裝修，只追求使用整潔，既要讓店面更大，也不能影響现在的店鋪正常營業。擴建的日子裡，我全程都守在店內，全新的飯館徹底大變樣，不用讓客人擠小板凳等號，街坊路過都忍不住誇讚，說張老板在這開店，順帶着他們的生意也好了起來。新店開業沒有大操大辦，我和父母簡單剪裁，店裡很快就坐滿了人。我擴建後的飯館坐滿食客，出菜順暢，秩序井然。飯店擴建後，我早就月入百萬了，並且銷售額還越來越多。消息很快傳回了同族親戚耳中，親戚瞬間紅了眼，打起了我的主意。飯館突然闖進蠻橫的兩男一女，是張明的遠房堂叔、堂嬸和堂弟。這幾個親戚向來游手好閒，前段時間跟着盲目投資，不僅賠光了積蓄，還欠了一筆外債。一聽說我的飯館做大還擴建了，就急匆匆的上門了。堂叔往桌上一坐，就開始哭訴自己虧了多少錢。張明，你之前是鴻福酒樓的主廚，我投的也是鴻福酒樓，這虧了的錢，你可要補給我們。我懶得理他們，轉身就想走。咱們是一家人，你現在發達了，就要幫我們還錢，不然就是忘本。不认不认，我告訴你们，這是不可能的。哎呦，大家快來看呀！發了天了！軟的不行就來硬的，這群親戚見逼債不成，想靠着道德綁架逼我妥協，可我絲毫不為所動，要報警處理。親戚放下幾句狠話，狼狽離開。親戚看着鴻福酒樓破敗的樣子，滿臉震驚。那些跟着堂弟投資辦酒樓的親戚們，最後都賠得血本無歸，大半輩子積蓄全都搭了進去。為了挽回損失，他們幾乎把酒樓翻了個底朝天。然而堂弟欠的外債也在找他要錢。現在的鴻福酒樓一草一木都屬於法拍資產，最終他們不但沒有挽回任何損失，還被債主們又要求賠了一大筆錢。債主拿着合同指着條款給親戚們看，因為他們給堂弟簽的投資條款上明明白白寫着他們是作為酒樓投資方入股，參與年底分紅。現在酒樓垮了，他們身為股東自然要共同承擔債務。最後酒樓外被掛上出售的招牌，我們一家看着酒樓，誰也沒想到曾經制霸一方的鴻福酒樓會在短短幾個月內就轟然倒塌，而鴻福酒樓的老闆我的堂弟卻神秘失蹤，沒人知道他去了哪裡。虎哥帶着小太妹從家裡跑出來後，一開始還覺得瀟灑，可從堂弟那裡捲走的錢很快就用光了。他既不想上班，又吃不了苦。以前靠欺負人過日子，現在到了城裡，根本沒人怕他，也沒人讓他免費吃喝，日子一下子就垮了。虎哥，我有點餓，想吃點東西。吃，就知道吃，老子哪來的錢？曾經那麼好的兩個人，現在一開口就是吵架。虎哥怪小太妹拖累自己，小太妹怪虎哥沒本事。現在才知道，以前的日子過得有多安穩。虎哥打電話找以前的朋友借錢，要麼沒接，要麼忙音。虎哥這才明白，自己以前的江湖義氣、兄弟感情都是假的。有權有勢的時候，身邊全是朋友，現在落魄了，一個真想幫他的都沒有。虎哥本性暴露，又開始幹偷雞摸狗的事情。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虎哥以為沒人看見，沒想到被當場抓獲。小太妹在家等半天，也沒看見虎哥回來，挺着肚子出去找。剛到門口，就看見虎哥被押上警車。小太妹眼瞅着虎哥被抓走，心裡又怕又悔。她想起了堂弟對她的好，
民警詢問了小太妹幾句，小太妹支支吾吾说不出幾句話。民警看她大着肚子，並未多問就離開了。虎哥在警車滿眼絕望，這一次因為有前科，數罪並罰，要關很多年。風中只有小太妹，不知何去何從。時間撫平了所有，我家日子越來越踏實，飯館生意也越來越穩定，徒弟都開了2家店鋪，學到了8分手藝，但更重要的是學到了誠心做人，生意紅火，家人安康，這就是我一直以來追求的生活。我提着飯菜來到了精神病院，堂弟如今的處境，說他罪有應得也好，自作自受也罷，現在他瘋了，傻了，一切也就結束了。往後餘生，就讓他在這精神病院好好生活吧。孫凱在外地的工廠認真幹活，勤勤懇懇。他給我寄過一封信，只有短短一句：師傅，我錯了，我會好好做人。他完成了自己的救贖。陰暗的看守所裡，虎哥滿臉憔悴，再也沒有了當年的意氣風發。老人楊元生帶着一個美女姑娘來到店鋪前。這位全省商會會長是我店內的常客，一來二去越來越熟。他居然說要把小女兒介紹給我。我當然明白他此舉的含義，欣然接受。在岳父的幫助下，我的明和小店成功開滿了全國，我也終於帶着家人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